晚上好啊！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很热门的新闻，有个人在湖拍到一个巨大水怪。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有很多湖都发生过很多的鬼怪事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湖啊，虽然讲是马来西亚第2大的湖，可是这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灵异事件，是不是很奇怪？原因啊，很可能是因为这里住着一个连鬼都不敢靠近的东西。据说几十年前有2个英国游客去那里潜水的时候，在湖底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大石门，而石门里面还有一双红红的大眼睛看着他们。上岸后，这2个英国游客就很像中邪了那样哦，就痴痴呆呆的维持了1个星期。他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眼睛到底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把时间倒回几千年前。不过故事听到最后啊，你们可能会发现那个红色眼睛可能还不是这个湖最诡异的地方。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湖的秘密其实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就在达塞基尼这个地方。当时的湖没有这么大，可是那里有个高度文明的城市。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高度文明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就在这里建了很多石头寺庙、石头宫殿，还有很多奇怪的雕像，就有一点像金字塔。我们现在建屋子的一小块砖，我都觉得重啊！真的搞不懂那些古人哦是怎样搬得动那些巨大的石头了，都不懂是不是外星人帮他们搬的。不过先不管他们怎样搬，重点是这个势力庞大又繁荣的文明，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整个城市就这样消失了。从此那边的居民就有这样的传闻，这个高度文明其实现在就在达塞基尼湖底。曾经在那边的居民也在湖底看见过石头宫殿和黄金雕像，而且还有一条龙居住在这个古城里。如果根据这个传说，那2个游客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个曾经辉煌的城市，而那个红色眼睛的有可能就是龙。但是一个这么繁荣的城市怎么会无端端的沉入湖底呢？难道他得罪了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搞清楚这个湖本身的来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湖通常只分2种，一种是人造湖，一种是天然湖，对不对？可是达塞基尼就属于比较不一样的湖，它不算是天然湖，也不算是人造湖，而这个湖的形成很可能是所有怪事的源头。时间再去到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地方的湖也没有这么大，那边是没有人居住的原始丛林。突然就来了一伙人，他们就是马来西亚的雅坤族。我爸爸那代的人就叫他们三番，我们这一代的就叫他欧兰阿斯利了。他们就慢慢的开发了进去，就打算在这里建立家园。这个时候雅坤族就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根据描述，这个是一个老妇人。老妇人就这样跟他们讲，这里是我的地盘，你要住进来可以，可是你看到地上这个拐杖没有？你们不可以越过这里，还有这个拐杖你们不要去碰。当时的雅坤族真的是没有去碰，也没有越界。可是随着时间流逝，一代人过去，新一代的年轻人就长大了。有一次，新一代的人靠近那个拐杖那里的时候，有一条狗向着前方就不停的狂吠。那么雅坤族就认为有蛇或者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就在草丛里面，他们也不怎么看得清楚。于是他们就把手上的武器和石头那些都丢向那个方向。这一瞬间，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个动物应该是被他们丢出去的武器弄伤了，而且还喷出了很多血。这个时候天空突然嘣的一声，剧烈的闪电让整个天空都亮了，瞬间还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低头一看，完了，不小心越界了。他们当时就想着快点跑回自己的领地，可是就在大家往回跑的时候，低头一看，那个老妇人的拐杖竟然掉了出来。也不知道是被人不小心踢倒了，还是被人拔了出来。这个时候，拐杖下面那个小洞就不断的喷出泉水，水就越喷越大，源源不绝的流出。不久后，那里就形成了一个湖，也就是今天的达塞基尼。那么，这个老妇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根据我的推测，有2种可能。她可能是高棉帝国的人，他们被雅坤族的人发现了。因为不想被现代人打扰而躲在达塞基尼下面，
还是讲这个人更强大，是他把整个高棉帝国那群人杀死后埋在地下？再仔细想想，这个随手就可以用一个拐杖制造一个湖的人，他是不是那个连鬼都不敢靠近的本尊？他也有可能是山神或者巴旺。关于山神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了。巴旺呢，其实就是马来西亚最猛的巫师。我上一期的影片中也有介绍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欣赏。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巴旺用法力封着了那边的地下水，可是却被雅昆族破坏了，所以就形成了现在的湖泊？传说就讲完了，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在2017年10月12日的报纸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新闻。这个发现很可能让所有的这些古老传说都成真了。他们发现奇尼湖附近有7个看起来很像金字塔的小山，这些山已经荒废了800年左右。看到这些山，他们就联想到，会不会这些就是以前失落的文明，而在几百年过后被这里茂密的树林所覆盖了？也有人在那边发现了很多陶瓷的碎碗，而且这些陶瓷碎碗肯定不是现在的产物。那么这个曾经那么繁荣的文明，现在是在水里还是在山里呢？如果在水里，他们也不敢去打捞啊，因为那边有一个这样的禁忌，就是如果打捞到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就会被诅咒，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有的人会恐慌或者出现幻觉的症状。到这里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巧合的事情，这个诅咒的内容跟几十年前那个英国游客发生中邪的事件是不是有一点像啊？就在这个湖泊形成过后，水里面就不定时的变得莫名的浑浊。关于龙的故事就在雅昆族不断的传出，直到如今，这个湖附近的地区都住着一群打猎为生的雅昆族。龙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湖的守护神。讲到龙，可能我们只是以为只有在电影中才有的，不过就算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也会知道龙的存在。为什么？因为12生肖里面就有龙。那么问题来了，龙为什么会在里面呢？12生肖里面11个都是我们平时看得见摸得到的动物，可是为什么偏偏塞一个龙进去？如果讲龙是很特别的动物，那么应该是在1号位吧，可是龙却只是在中间哦。难道在几千年前，龙对古人来讲就和鼠牛虎兔一样，是一种很普通的动物？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查历史，你就会发现原来不止中国，原来世界各地都有龙的传说啊，根本就不像是瞎编的。感觉上龙就是曾经遍布全球的物种。日本也有龙，它的龙就和中国的相似。在欧洲国家他们也有龙，不过他们的龙是有翅膀的，我们就叫它喷火龙。而古玛雅文明中也有一些奇怪的动物图案，考古学家起初就以为那个是蛇，可是它竟然有4个爪哦。在印度的河神寺庙里也有一个那迦的传说，它就居住在水下面，所以称之为水龙。这样看起来，大谢基尼的龙可能就不是神话故事了。如果讲这些传说都太远，那么在1934年，中国辽宁营口的坠龙事件，可能就是离我们最近一次的龙现身事件了。故事呢是这样的，当地的居民在一次退潮过后，就发现岸上有一个很大的生物在河边奄奄一息，长度10多公尺，就差不多2辆车那么大。它的体型像蛇，头上面就有2个角，还有4个爪子，身上都是鳞片，嘴巴旁边就有2个胡须，眼睛就凸出来的。那这不就是龙吗？当时这件事情是把那边附近的居民都吓到了。几天过后，这个龙就消失了，也不知道是飞走了还是钻进河里了，反正就是不见了。而在塔谢奇尼亲眼看见龙的人就更多了。在70年代的时候，那边有一个雅昆族是这样讲的，他就亲眼看见湖面浮出一个金色鳞片、红色眼睛、头上有角的巨龙浮出水面。他当时就吓到停止呼吸，那条龙就这样盯着他看，他也不知道这个龙要做什么。然后那条龙就钻进了水里，瞬间湖面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波浪。过不久，这个湖面就恢复了平静，老人也回过神来了。至于龙为什么会出来，龙要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再过不久，有一个叫阿卜杜拉的人，他就去到那边的时候，看到一个黑色的龙在水面上跳了起来。当时啊，整个水面上就像海啸的感觉。2012年，一个游客的船啊，被一个波浪冲击到要倒了。这个时候，水下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非常非常的大。他们还听到湖底就传来一阵很奇怪的咆哮声。当然，这里还有更多有关龙的事件，而且不止一条。那么讲了那么多，这个龙现在到底在哪里啊？我个人就觉得这些龙啊，现在应该还是居住在那里的水里。不少的传言讲，这些龙啊，其实就是守护那里消失的高度文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龙啊，其实就是这个高度文明的宠物。至于龙是什么样的生物，以后也许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达谢基尼啊，是真的惨啊！周围的开发导致那些重金属的废水直接流进湖里，蓝蓝美美的湖水变成了恐怖的红色。湖边种植园的化学肥料和农药也随着雨水流入湖中，湖水越来越肮脏，还很臭。以前啊，那边是钓鱼人的天堂啊，现在鱼是真的少到可怜啊。我们再想想，如果湖底真的住着那个红色眼睛的龙，或者那些失落的文明，当他们的地盘被我们搞到又肮脏又臭，他们会怎样？生病、死掉，沉没在湖底，没有人发现。这些连鬼都不敢靠近的东西，到最后都不知道会不会被我们现代人赶走了。